这次大同行的最后一站留给了善化寺，带着敬畏的心去感受辽金木构的魅力。山西大同的善化寺拥有4座辽金遗构，是我国辽金寺庙中布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。中国古代的寺庙主要是木构，是很难避免被虫蛀、朽坏甚至被烧毁的命运，再加上王朝更迭中的战乱等因素，所以木构建筑年代越久远就越难保存。鉴于大同的重要战略地位，它先后被辽、金设为陪都，成为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，也为大同及周边留下了诸多耀眼的辽金建筑，其中就包括了善化寺。善化寺的石碑上记载，它始建于唐代，原名开元寺，5代的后晋时期改名为大普恩寺。后来辽金大战，大同被金兵攻陷，善化寺的大部分建筑毁于战火。金代初期，圆满大师主持重修寺庙，明正统10年，也就是1445年，明英宗赐名善化寺。善化寺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，也就是天王殿、三圣殿和大雄宝殿，均为单檐5殿顶。大雄宝殿两侧为普贤阁和文殊阁，寺内西侧是个小花园，这是唐代传统的佛寺布局。天王殿作为山门可不要太壮观啊，面阔5间，是中国现存金代最大的山门，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5殿顶山门，比一些小寺的正殿还要大。明代塑造的4大天王像是我见过表情最萌的4大天王，有没有？三圣殿拥有善化寺里曲线最优美的5殿顶，它的正脊较短，垂脊弧线平缓开阔，屋檐呈翼状向上翘起，像只展翅的大鸟。辽金时期的建筑大量运用了大胆而创新的设计简柱法，殿内的空间非常开阔，一进门心也豁达敞亮了。三圣殿内的后内柱只用了4根，另外4根辅助的柱子应该是后世所加。佛坛前因为柱子被剪掉，既节省木料，还使塑像没有遮挡，使得殿内更加空旷高大。3米多高的台基上的大雄宝殿是善化寺内最大的殿堂，也是寺内唯一未被战火毁灭的辽代建筑，面阔7间，进深5间，在我国仅存的8座辽构中，以单体面积排行第3。大雄宝殿的屋顶和缓而不张扬，平稳而又端庄。殿前设有极为宽敞的月台，月台前有座明代的木构牌坊。大雄宝殿也使用了简柱法，中间共剪掉了8根内柱，内部结构除了中间的顶部有精美的藻井，其余也没有顶棚的遮挡，加上本身的大体量，因此走进殿内也能明显感觉到空间的空旷高大。善化寺的山门、三圣殿和普贤阁都是金代建筑，其中普贤阁的年代有争议，当年梁思成先生认为普贤阁是辽代建筑，但后来修缮时发现贞元2年一行造题记，因此现在更倾向于认为是金代重建的。文殊阁毁于近代，近年依据普贤阁的样式重建。大雄宝殿两侧的垛殿为明清遗存。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，辽金在建筑上主要崇尚唐代风格，颇有大唐遗风。善化寺大雄宝殿、三圣殿和山门的斗拱都比较大。辽代的大雄宝殿2个立柱之间的斗拱只有1朵，金代的三圣殿和山门的2个立柱之间出现了2朵斗拱，三圣殿的2个立柱之间还使用了巨大而华丽的斜拱，斜拱有5层，层层叠叠，形如怒放的花朵。这种斜拱的构造过于复杂，装饰美化作用大于结构作用。
善化寺中最精美的辽金塑像在大雄宝殿内，佛坛上硕大的莲花座上端坐着如来五方佛，东西两侧的砖台上分列24尊护法天神。无论是建筑还是塑像，善化寺都尽显了数百年前金戈铁马的辽金时代的豪放风范。我现在山西大同的善化寺的跟前儿，这个五龙壁呢，以前是城南兴国寺山门前的照壁，因为1980年倾斜快损坏了，迁到了善化寺的西跨院，09年移到这儿的。关注1毫米足迹，跟我们去旅行吧。